粉丝今天给我的照片画了个画像，素描的。哇，画的真不错！这位朋友叫焦子雨柠檬，给我的照片来了一个素描，点个赞，我把它收藏了。今天杭州暴雨，现在已经小了一点了，但是还在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洪小龙 Bruce。从开通自媒体开始呢，一直有收到大伙的问题，那么基本上我都会回复，但是有一些问题呢，确实不是一言两语能够解决的。如果你的问题呢是一个大概的问题，那我也只能给你回答一个大概的方向。所以大家以后在提问的时候，一定要把自己的问题更加详细一些，比如增肌怎么增，减脂怎么减，这种问题就太大了。因为整个健身行业就是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在进行着。应该是你在增肌减脂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，至少你能给我一些你的信息，比方说你的身高、体重、体脂率、年龄，那我能给到你一些建议。然后呢，这期视频我会挑出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问题，同时呢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，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答。第一个问题呢是怎么瘦屁股。关于瘦这类问题呢是最多的，不只是瘦屁股，还有瘦大腿、瘦肚子，其实这都是一个减脂类的问题。每个人工作生活习惯的不同，会导致脂肪堆积的部位是不同的。比方说，有些人脂肪堆积在肚子，有些人堆积在臀部，有些人呢堆积在大腿。但是减脂不像增肌可以去局部的训练，因为减脂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。减脂最核心的两个要点，控制热量摄入，配合合理的有氧跟力量训练。有一句话叫做7分吃3分练，控制好你的饮食，你就成功了70%。饮食方面，我给大家几个建议。首先，控制你整天的热量摄入要低于你的热量需求。第二点，少量多餐，每天至少5餐。另外，你需要少油低盐。第三点，保持充足的蛋白质的摄入，这样你能够保持足够的一个肌肉量。有氧最多每周6次，每次不要超过50分钟。力量训练建议大家每周3次以上，每次1个小时以内。以上就是我给大家的建议。坚持下去，你的臀的脂肪就会越来越少。好，第二个问题是来自 AYBLIN， 名字比较长。他问到，吃了蛋白粉以后，如果长时间不运动，会发福吗？我的回答是不会，因为蛋白粉我们基本上是乳清蛋白粉。乳清蛋白粉呢，它是从牛奶中提炼出来的，而且是一种非常干净的蛋白质啊。怎么叫干净呢？指的是脂肪少，热量低。只要你喝的不是增肌粉，因为增肌粉它额外添加了碳水化合物，如果你的运动量不够或者热量超标，那你就可能发胖。当然不是说你一定要吃蛋白粉才能够长肌肉，相比你平时食用的鸡肉啊、牛肉、牛奶这些蛋白质来源来说，蛋白粉它吸收更好，同时携带更方便，脂肪也更少。对于训练者来说呢，我们蛋白质的摄入量是瘦体重的2到3倍的克重，大家可以自己去计算一下。然后是第三个问题，来自2016秋末一场梦这个粉丝的提问啊，他说特别想和我们职业健美者聊一个话题，那么就是练肌肉的人是不是有一个禁忌，禁止性行为？然后呢，他又问，听说很多我们健美者都是禁欲生活，要不然普通人锻炼与食补再努力也不容易练出这么发达的肌肉。这是一个大家也会关注的问题，特别是男性。那么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大家，其实我们职业健美运动员从来没有提倡过这个禁欲这么一回事。不要在网上看到什么写什么，大家认为就是什么。从理论上来说呢，睾酮值的高低确实会影响我们肌肉的增长，但是如果你不是患有低睾症，那么人类的一个睾酮值其实都相差不大。同时，适当频率稳定的性生活对你睾酮值的提升有利无弊。但是我们日常有时候会大重量训练之后呢，会感到疲劳，同时会力不从心。当然，我们日常的工作以及生活的压力，还有心理因素，另外睡眠等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疲劳感，从而影响我们肌肉的恢复跟增长。每个人的精力有限，从而日常的抗疲劳以及提升精力就显得尤为重要。OK， 然后是第4个问题，来自低调小薇，他的问题是大佬，请教一下，右边背阔肌比左边大怎么办？其实呢，这并没有什么大碍。提出这个问题的，基本上你的训练年限可能不长。作为一个初学者，你的左右两边肌肉发展不平衡是正常的，因为常年的一个工作生活习惯以及左右手使用频率的不同，都会影响到你左右两边肌肉的发展。其实呢，你只需要正常的训练动作做完整、做标准了，你的左右两边肌肉就会发展的越来越平衡。但是肌肉的生长是缓慢的，所以呢，
我们需要一个过程。最后一个问题，这位粉丝叫给我看你用的陈皮，名字有点意思。他问到龙哥好呀，对于瘦子增重，你在饮食跟锻炼方面有什么建议吗？本人身高180，体重58左右，58公斤啊，确实很瘦。关于瘦人增肌呢，我深有体会。我在没有锻炼之前呢是1.78米，但是只有55公斤。那么我坚持了11年时间，才达到了目前的一个体重跟体型。瘦人增肌呢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，所以呢，我想专门制作这么一期视频，从饮食以及锻炼等各方面详细的告诉大家怎么实际去做。记得关注我，我是洪小龙 Bruce， 及时收看我的视频，会有更多与你相关的内容。我们下期见吧。